本是同胞兄妹，命运却与你有别。妹妹成功觉醒冰系攻击魔法，成为勇者，替父母报仇指日可待。而一腔热忱的哥哥每日诚心的祈祷，最后却只换来一个从未记载过的复活技能。看着眉头紧皱的祭司，哥哥明白这个一生只能用一次的技能，注定让他无法成为一个优秀的勇者。周围的人满是鄙夷的看着这个废物，就连亲妹妹都瞧不起他，并劝他停下来，但他仍然不肯因此放弃。哪怕是当个三流勇者，他也要将这条路走下去。可令人痛心疾首的是，队友的背叛却让这唯一的希望都破灭了。被推入悬崖的哥哥，成为了两人逃跑最好的缓冲剂。而本就弱小的哥哥哪里抵挡得了这无数的食人兽，终是被啃食殆尽，失去了生机。幸运的是，复活技能的生效倒是给了他再一次活下去的机会。只是没想到的是，却不再是蚁人的身份，而是自己所憎恶的魔界生物，甚至还是级别最低连话都说不了的骷髅怪。一时间难以名状的忧伤涌上心头，自己明明每天冒着生命危险在战斗，却依旧饱受讥讽。也许妹妹说的是对的吧，也许真的该停下来。不争气的泪水止不住的从那两个窟窿涌出，难道真的只有强大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勇者吗？然而男人却在这时猛地坐了起来，因为他突然醒悟过来，自己已经是怪物的身份了，那就意味着他也可以像怪物一样升级进化并获得技能了，甚至日后成为堪比 S 级勇者般的存在也不是没有可能了。看来这副身体也不完全是坏事呢。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男人机智地利用装死，巧妙地获取这个洞穴里的情报，比如眼前这个地精就是属于比较弱的怪物，可毕竟只有一级的自己正面还是刚不过的。就在地精被地上的动静吸引注意力的一瞬间，突然出现在背后的男人上来就是一剑，地精直接原地去世。随着系统的提示响起，3点经验值成功收入囊中，男人不禁感叹起自己的机智，真是可怕的才能啊！看着等级提升的面板，男人相信只要到了5级，应该就能迎来第一次的进化。只是击杀低等级怪收获的经验也是少得可怜，继续这样下去，完成最终目标可能还要几十年吧。为了尽快变得强大，他必须要寻找些更高级的目标。于是如法炮制下，男人终于等来了一只7级的红眼凶狼，只要能拿下它，肯定就能满足进化要求了。虽然对方要强大得多，但男人通过几天的观察，还是很快找到了方法。那就是红眼凶狼有个特性，无论是勇者的尸体还是背包，都会引起他的兴趣。而事实也果然如男人所料，对于只剩一副白骨的尸体，凶狼直接选择掠过，而是朝着行李走了过去。也正是这一刹那，男人瞅准机会突然暴起，等凶狼反应过来的时候，一柄长剑早已没入了他的身体。即使他并没有当场死去，但坠入悬崖的下落之势却也让他很难再动弹半分。而紧随其后的男人更是在落地的一瞬间再次补上一剑，虽然最终是收拾掉了这个孽畜，但由于等级的差距，凶狼的临死反扑也是成功废掉了男人的一条手臂。不过随着经验值的到账，这一切都是值得的。男人甚至越来越喜欢这副诡异的身体了。下一秒，无数的能量开始涌入男人的身体，所有碎裂的骨头也在进化中慢慢复原，直到一阵耀眼的光芒闪过，系统再次响起了提示音：进化成功，地级怪物，食尸鬼，习的技能再生。为了尽快恢复人类的外貌，他决定打起精神努力升级。而更令人惊喜的是，身为怪物的他竟然可以拥有多种技能。相比只能有一种技能的人类，他这个怪物躯体与人类智慧的结合体，将真的有可能成为至高无上的 S 级勇士。看着自己的系统面板，男人不敢相信这么快就比曾经的自己要强得多了。自从第一次进化获得了再生的能力后，男人轻而易举连续击杀了巨属鲸和猪头怪，就算遭受了创伤，再生也能很快的治愈自己。而且属于亡灵的他似乎一点也不会觉得疲劳，只是唯一一点就是依然不能开口说话。要是妹妹看到这副模样的他，肯定在认出他是哥哥前就已经将他击杀了，哪怕是为了唯一的妹妹，他也要尽快恢复人样才行。就在这时，突然的一声异响让男人立马警觉起来，本以为是有妖精靠近，却没想到竟然是人类，而且最关键的是妹妹竟然也在其中。虽然地下城离城镇不算远，但男人也没想到这么快就要与人类相遇了。与此同时，他们的争吵声也越来越大，原来是因为药品准备不足，妹妹正大声呵斥着队友。打圆场的粉毛妹子却表示情况也没有那么糟，普通的伤势简单清洗一下也是没关系的。可向来严谨的妹妹却仍是不依不饶，一个连工作都不认真的人能成为我们的依靠吗？而且这里是地下城，真的被怪物咬了要怎么办？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一时间男孩竟被对得哑口无言，就连一旁偷窥的哥哥都不禁感叹，果然还是那个咄咄逼人的妹妹啊。虽然说的没错，但她也太苛刻了。可内心的松懈却让男人的手指不小心敲到墙壁，发出了声音。一瞬间，所有人都绷紧了神经，妹妹更是直接启动了寒冰法阵，第一时间朝着发出声响的位置发动了攻击。看着快速飞来的冰刺，男人都懵了，一个小妮子也太狠了吧！还是他过多反应，穿透岩层的冰晶直接划破了男人的手臂，失去掩护的他顿时暴露在了众人面前。看着那一副浮面无表情的面孔，男人知道要出大事了。毕竟现在才14级的自己，怎么可能打得过他们3个？更何况还有个实力强大的天才妹妹。食尸鬼是具有治疗技能的，丽娜率先分析起了目标，所以我们要一口气直接干掉他。名为德里克的少年也在这时现出了计策，男人应该很后悔刚才替他感到同情。
不过妹妹的话才是最令他感到无语的，在安全距离将他逼到绝境后再一击毙命才是最有效的做法，好吗？没想到还是你个小妮子最狠了。面对18级的妹妹，男人也知道自己不可能有胜算，可要想在这3人手里逃脱，似乎也不是那么容易啊。然而严峻的形势已经容不得男人过多的思考，一柄跟着火舌的剑正朝着男人袭来，刹那间一柄火箭直接朝着男人劈来。与此同时，丽娜一个闪身瞬间堵住了男人的退路，情急之下，男人也只能硬扛下这一次攻击。虽然他也不想攻击人类，但再不反抗他可就真的要嘎了。眼看着那柄火箭再次落下，男人不退反进，踢起一块石头，直接逼停了德里克的攻势。可还不等他过多惊讶，眼前的怪物再次出乎意料地贴近了自己的身体，紧接着用力的一掌推向自己的胸口。德里克竟一时岔了气，坐在地上动弹不得。眼看着怪物即将逃脱，丽娜再次发挥她速度上的优势追了上去。男人明白目前还不是自己能全身而退的时候，于是故技重施，再次回头面向了人类。凭借再生的能力，他无所忌惮地挡下了这次伤害。紧接着那佯装袭向人类的爪子，反手却将他的武器拍飞了出去。人类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食尸鬼竟然会用谋略打败他们，而这也正是男人心中的计划。可下一秒，得意的男人却再次紧张起来。Ice Arrow 是魔法吟唱，一瞬间无数的冰锥直接击碎了男人左腿的大部分肌肉，巨大的冲击力更是将男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千算万算，竟将实力最强的妹妹给忘了，这样下去可真的要完蛋了。男人艰难地支撑起身体，用仅剩的魔力恢复起自己的伤势，直到亲自感受过后，男人才明白妹妹的攻击力真是强得太离谱了。虽然再生只要1分钟就能完全恢复，可眼下自己真的还有1分钟的时间吗？只见卡米尔面无表情地再次吟唱魔法，巨大的法阵中心一把冰晶三叉戟精准地瞄向了眼前的怪物。此时身负重伤的食尸鬼已然是案板上的鱼肉，然而看起来他似乎并不想就此放弃。只见他竟开始掐住自己的喉咙，然后艰难地发出了一个晦涩难懂的音符。可卡米尔却瞬间一副惊愕失色的模样，原本落在怪物身上的攻击也被偏移的半分。面对同伴的质问，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只是潜意识里告诉他必须这么做。看着巨大的冰晶，男人真庆幸呼唤妹妹名字的方法成功奏效了，否则后果真不敢想象。与此同时，再生也终于完成了伤口的修复。眼看着妹妹重新吟唱起魔法，这一次男人再也不会给她机会了，果断伸出利爪朝她冲了上去，吓得妹妹直接中断了施法。可预料中的攻击并未到来，反而是看见食尸鬼转身跑进了黑暗里，这可让卡米尔更加疑惑，是假动作还是有其他原因呢？可更令他奇怪的是，为什么刚才好像听到了哥哥的呼唤，但那的确是亡灵演变的食尸鬼啊！希望是自己听错了吧？侥幸活下来的哥哥却依旧心有余悸，看来之后在找怪物的同时还必须要避开些人类了。可正当男人准备与他们背道而行时，他却猛地一惊，原来妹妹一行人竟走向了地下城的更深处。要知道人类是无法长时间待在地下城里的，只因这里浓厚的黑暗魔法会不断的侵蚀人类，因此若非有万全的准备，人类一般是不会往深处走的。对于其中的危险，男人非常清楚，可要是再次被他们发现，一定难逃一死。于是男人也只能远远地跟在他们身后。不过很快他们就突然停下了脚步，一具勇士尸体的出现意味着危险也离他们不远了，可这却依旧挡不住卡米尔想要继续的决心。尽管同伴纷纷开始担忧接下去的危险性，但卡米尔却始终坚持自己已经探索过很多次了，只要大家配合好，以目前的水平也是没问题的，所以是要自己做他的副手。一份对卡米尔的质疑此刻萌芽在德里克的心底。与此同时，躲在暗处的男人开始担心之余，更多的是对妹妹的不理解。虽说强大的怪物喜欢聚集在魔力浓厚的最深处，但万事总有意外，小心行事是进地下城首要注意的事。可向来谨慎的妹妹究竟是为什么要这样冒险呢？只是下一秒，男人的面色却变得凝重起来，周围的环境开始不断随后，一只本该待在最深处的20级食人魔，竟意外出现在众人面前。面对等级和实力的压制，若是无法成功逃脱，就一定会有所伤亡的。男人能做的就只有帮他们分散食人魔的注意力。可男人很快又打消了这个想法，因为自己现在这个样子只会让他们误以为是被包围了，到时候只会适得其反，造成他们的慌乱。意料之外的强敌很快让队伍出现了骚乱，但源于冰系魔法的强大，卡米尔始终坚信团队合作就能应付眼前的怪物。德里克虽然对此不是很有信心，但迫在眉睫的形势还是让他不得不迎难而上。可刚刚燃起了赤焰之剑，甚至还没靠近半分，就被食人魔一棒子锤飞了起来。与此同时，丽娜很好的抓住怪物攻击的间隙，一个闪现瞬间来到了他的背后。然而怪物的反应力还是超乎了他的想象，粗大的木棒在丽娜出现的一瞬间狠狠地砸在他的身上，看似随意的一击竟直接让丽娜身负重伤。不过好在卡米尔的冰晶魔法也在这一刻蓄力完成，一时间2枚巨大的冰剑直接袭向了怪物的要害。可令人意外的是，其中一块竟被木棒轻松当下，剩下的一块更是怪物直接徒手抓住，稍稍用力就当场被粉碎掉。卡米尔也没想到自己得意的魔法竟对这家伙毫无作用，而目睹这一切的男人也同样更加焦虑起来，因为他明显感觉到他们之间一点配合都没有，这根本就是之灵师组建的队伍，情况开始变得糟糕了。可卡米尔似乎还想再尝试一下，
立刻要求2名同伴继续吸引怪物的注意力，只要为他争取足够的时间，就还有机会。可德里克心里早已打起了退堂鼓，速度与力量的差距让他根本没有信心再面对怪物。而卡米尔此刻的话更像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可想要直接逃跑，似乎也不可能逃得出怪物的追捕。看来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听卡米尔的了。在找到丽奈简单商量一番后，两人却分别表现出了一丝微笑和愧疚。接下来，两人开始不停地在怪物身边骚扰游走，而卡米尔则只能孤注一掷，原地吟唱起最强大的冰毛术。可就在魔法阵出现的同一时间，德里克却像是终于等到了机会一般，马上呼唤起丽娜的名字。下一秒，丽娜一个闪现，竟将德里克一同带到了卡米尔的背后。卡米尔怎么也没想到，他们竟在关键时刻将自己出卖。可即将迎面而至的食人魔已容不得他在意这些了。好在冰毛术也在这一刻顺利完成，巨大的威压似乎连怪物都产生了恐惧。一瞬间，飞射而出的冰毛轻易地划断了他的手臂，可毫无防备的卡米尔也因此硬接了一棍，脆弱的身躯直接被击飞了数米。眼看着被重创的怪物也变得更加疯狂，德里克终于吐露出心中的不满。一开始都是你的错，非要进入到这么深的地方，还有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非要坚持找你哥哥。这么低等级的勇士消失了，除了死还能是什么呀？什么？竟然是这样！男人这才明白，其实妹妹心里一直在关心着自己。与此同时，脚下的动作也更快了半分。眼看着巨大的棒槌朝着自己袭来，无能为力的卡米尔也放弃了挣扎，只是陷入昏迷的同时，依旧在责怪那白痴哥哥，为什么自己这么弱小还要这么鲁莽。就在千钧一发之际，终于赶到的男人直接一拳打在了食人魔的脑袋上，猝不及防的一下倒的确成功阻止了他的攻击，只是接下来就要男人独自承受他的怒火了。虽然双方的等级相差悬殊，但好在妹妹之前成功斩掉了怪物的一只手臂，不仅有效拉近了两人的差距，还为男人的反击创造了突破口。可就在集中攻击左侧的时候，却发现食人魔巨大的攻击范围使得依旧很难被接近。既然如此，就不能再做无谓的攻击了。于是男人果断改变策略，开启了认真摇摆模式。虽然这样会很耗费体力，但只要像苍蝇一样一直躲避他的攻击，就一定能激怒这个大家伙。很快食人魔就扛不住这烦人的骚扰，恼怒的张着一口大牙就朝着男人扑来。而这也正是男人所期待的，哪怕丢掉一只手臂，也必须要接近食人魔。而他的目标既不是由胸腔保护的心脏，也不是被头骨保护的大脑，而是一口咬在了怪物的脖子上。只是瞬息，这个庞然大物就倒在了地上，失去了生机。随着系统提示的响起，男人竟整整提升了4级，直接到了18级。他也没想到自己的方法真的成功了。至于他的伤势，只需要再生一下就立马又恢复了。不得不说，这个技能是真的好用，只要没有完全死掉就能恢复任何伤势。不过眼下还是先将妹妹带到安全的地方要紧。同时男人也明白自己要是不做点什么，妹妹以后一定还会再进来的。巧的是，回去的路上男人竟意外找回了丢失的剑，这倒是让男人一下子有了主意。洞穴入口，一个声音瞬间吸引了2名勇士的注意，竟然是个变态的食尸鬼正准备袭击一位女孩。说时迟那时快，一支箭直接擦着男人的脑门飞了过去。就在怪物离开后不久，卡米尔也渐渐苏醒了。对于被赶走的食尸鬼，他倒没有什么印象，只觉得好像是有人救了自己并被走了自己，而且那是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可很快卡米尔就否定了这不现实的想法。姑娘，那把剑是你的吗？妹妹这才发现自己怀里竟抱着一柄短剑，下一秒那熟悉的感觉再次涌上心头。直到看清上面的字迹，她这才明白，原来哥哥真的没死，他还活着。一时间泪水止不住地涌出了眼眶，长久以来的压抑与悲伤都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与此同时，另一边正奔向黑暗的男人也将再次踏上升级进化的道路。无休止的战斗为的就是能早日恢复人样和妹妹团聚。然而这些小怪的经验简直少得可怜，要是没有强大的怪物提供经验，就无法得到显著的提升。可就算如此，男人也不想再碰见那些家伙了，因为他明白上次获胜只是侥幸而已，再次发生那样的情况，不管自己有多少条命，估计都不够用的。可实际情况却总是事与愿违，一只握着剑的手正缓缓靠近了男人的后背，随着耀眼的红芒一闪而过，手中的尸鳖瞬间一分为二，强大的威力让男人不禁一阵后怕。定睛看去，这才发现竟是只21级的石像鬼。可这里怎么会出现20级以上的怪物呢？男人十分不解，只是接踵而至的攻击容不得他再有半点分心。随着怪物口中开始凝聚一道紫光，下一秒炽热的火焰喷涌而至，用来格挡的手臂瞬间受到了灼伤。可还不等男人喘口气，狡猾的石像鬼竟趁乱又刺出一剑。虽然艰难，但好在还是躲过了这致命一击。只是接下来的一拳却是再也逃不掉，脑袋被砸在石头上，顿时一阵天旋地转。男人明白这不可能是自己能应付的，赶快逃跑是唯一能活下去的机会。可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家伙竟连速度都这么快。眼看着石像鬼的大剑即将落下，男人却不退反进，直接一拳轰在他的脑袋上。可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拳竟对他一点效果都没有，反而是他的随手一挥，倒是将男人直接砸得飞起。然而当男人还想继续逃跑时，却被一道悬崖拦住了去路。与此同时，石像鬼也追赶而至，炽热的火焰再次涌向了男人。可同样的招式，男人绝不会上第二次当。
故技重施的石像鬼这才发现，原本的位置上早已没了男人的身影。原来男人正躲在悬崖下的峭壁上，等的就是石像鬼飞下来的这一刻。万米的高空，就算再强悍的身体也经不住这样的冲击，更何况他也不过是个石头拼凑的怪物。获得经验值108点，等级提升至20级。真不可思议，就这样让男人又越级击杀了一只怪物。不得不承认，他这脑袋瓜的鬼点子还真是不少。而接下来终于到了男人期待已久的时刻，随着一阵系统提示音的落下，耀眼的绿芒顿时遍布全身，渐渐的表面的皮肤开始碎裂褪去，身体的血肉开始变得丰满。这一次的进化似乎来得更彻底，也让男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痛苦。食尸鬼进化，变形兽。看着水中的倒影，男人非常开心，自己看起来已经有人类的身体了。可这个面具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怎么都拿不下来？原来这是一种模仿人类形态进行攻击的不死怪物，据说见过他们真面目的人都没有活着回去的。这可是一种比食尸鬼可怕的多的怪物，这一点倒是毋庸置疑，因为从面板属性上就看得出是要比食尸鬼强上不少。至于这个叫做伪装的新技能，男人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重新体会做人的感觉了。下一秒，脸上的面具竟然凭空浮了起来，随着全身的光芒渐渐褪去，那清澈的水面竟真的浮现出自己曾经的面容。神奇的一幕让男人忍不住惊呼出了声，而且他惊讶地发现，就连自己的声音都恢复了，虽然还有点沙哑，但以目前的状态基本上可以混迹在人群中了。可他很快就发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维持伪装是会不停消耗自己的魔力的，一旦魔力耗尽，伪装也将会失效。不过只要不断的升级，就能持续的增加伪装的时间，这也让男人对下一次的进化有了更多的期待。正当男人愣神之际，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天而降，只见又是一只石像鬼提剑就向他冲了过来。男人也是无语了，这方面的事情倒也不用这么容易就心想事成吧。可更尴尬的是，变为人形后的自己竟再也没有尖锐的爪子用来攻击，仅凭投掷的石块根本无法对他造成损伤，而且就连身体都容易变得疲惫。眼看着灼热的火焰即将袭来，男人非常清楚石像鬼接下来的动作。下一秒，那尖锐的利爪再次重现，恢复本体的男人直接一拳砸在了怪物的脸上，紧接着连绵的攻击下，根本没有他反抗的余地，很快被粉碎的怪物就只剩一个脑袋滚向了一边。自从没了等级的差距，男人已经可以轻松解决这种级别的怪物，甚至再多来几只特也觉得没有丝毫压力。而现实也果真如他所愿，一瞬间又有3只石像鬼齐刷刷地冲向了男人。想必从这一刻起，男人应该再也不会乱立 flag 吧。好在这些怪物虽拥有强横的实力，但却普遍缺乏智慧，男人略施小计就轻松躲过了他们的追捕。然而原本安全的外围地带却接二连三出现这些 C 级怪物，这足以证明大灾变的确即将来临。如果放任下去，真不知以后会造成多大的麻烦。就在这时，一个声音的出现顿时让男人警觉起来，因为他很清楚那是人类的脚步声。原来这支队伍也遇到了刚才的地震和石像鬼，只是对于是否要出手解决隐患，队伍的内部却出现了分歧。为首的弗兰克表示，在灾难变得难以控制前，应趁早消灭问题。可吉拉德却并不希望队伍因此冒险。大灾变的出现使得地下城的情况变得复杂，在没有任何有效信息贸然挑战领主实在太鲁莽了。弗兰克当然也不喜欢强迫别人，只是打趣地说道：“那又怎样？我相信你绝对喜欢那个价值不菲的领主魔法师。”只是他心里明白，大灾变一旦恶化，那就不仅仅是城镇被破坏，更重要的是会有无数的家庭因此受苦。而雪莉的赞成票也正是因为他亲身经历过这样的惨剧。但身为冒险家的我们，保护人民和接受挑战，不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吗？弗兰克还想再争取一下，可吉拉德却突然眼神一凝，随后毫不犹豫地射出了手中的剑。原来拥有阿尔忒弥斯之眼的吉拉德敏锐地发现了躲在石头后面的男人，只是刚才这一剑却并没有命中目标。受到警告的男人知道再不现身，可能真的要被嘎了。下一秒，男人伪装成人类模样走了出来，并表示自己也是个冒险家，只是因为担心遇到强盗才躲起来的。看到是个人类，弗兰克立刻为队友的行为表示抱歉，可吉拉德却始终保持着戒心，因为他在男人身上感到了一股令人心悸的感觉，而且这个家伙似乎有点过度防备周围的人了。这一点其实弗兰克也有所察觉，衣衫褴褛但却没有一丝伤痕，起码他不会是个简单的冒险家。一份异样的感觉始终萦绕着两人，诡异的气氛也让男人不禁担忧起来。如果他们问得过多，自己一定就会露出马脚，怎么办？是要继续装下去，还是选择先发制人？他因人类抛弃成为了怪物，却依然愿为人类拼上自己的性命，只因一句身为勇士则必须保家卫民的誓言，让他始终铭记自己也有一颗为人的心。然而就在男人第一次以人形相遇这些冒险家时，在所难免的猜忌却让气氛变得剑拔弩张起来。后来还是多亏了缺心眼的雪莉，这才打破了双方的僵局。当时不光是吉拉德被吓了一跳，就连男人都被这冒失的女孩搞懵了。他是怎么做到对自己一点防备都没有的？不过这倒是让男人有了逃跑的机会，直接一副被吓到的模样，惊慌失措地跑向了洞穴深处。而弗兰克也因此阻止了即将射击的吉拉德。虽然对方一点重重，但毕竟也没有对我们造成什么伤害，只是接下来他们又该何去何从呢？而吉拉德最后的意见倒是出乎了弗兰克的意料，虽然嘴上说着贸然挑战领主多么的鲁莽，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和他们一起深入地下城。
反正我是在后方输出，一旦情况不对我会立马逃跑的。最后嘴硬一句，也许是在表达他仅剩的反对吧。可再怎么说他们也是工会里最强的一支队伍，要是连他们都解决不了，那又能让谁来处理呢？与此同时，男人也企图用这样的想法说服自己，虽然他也不赞同这些人没有准备就去挑战领主，但自己又能劝说得了他们吗？说不定最后还有可能打起来呢。而最糟糕的是，自己又无法在保持人形时使用怪物的力量，去了也许只会给他们添麻烦，外还有可能暴露自己的身份。苦恼的男人一直想要说服着自己不应该去，可内心却始终有个声音在反驳着自己：为什么明明没有天赋还要执意当个勇士？为什么受尽嘲讽和冷眼却始终不肯放弃？为什么别人都在冒着生命勇敢前行，而自己却要担心暴露面目这种小事？这一刻，男人再也没有半点犹豫，为了自己的初心和理想，他毅然选择了接受这场战斗。原来在与男人分别后不久，三人小队很快就遭遇了领主石像鬼王，可怪物的强大还是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整整30级的怪物实力远在他们所有人之上，即使弗兰克砍向他没有任何防护的手臂上，都无法造成半点伤害。而雪莉在劈下一击刀剑神域加持的攻击后，结果也只有他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同样的情况还有吉拉德，飞出的箭矢虽然精准命中，但却是直接碎裂在了怪物的皮肤上。好在他们也发现了怪物的弱点应该是肚子上的眼睛，可想要从那2把剑溜进去，看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面对挥向自己的长剑，弗兰克选择正面接下，为队友创造机会。可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这头领主竟然也会使用魔法技能。随着脚下魔法阵的亮起，顿时无数的火焰环绕四起，强烈的灼热瞬间逼退了弗兰克，而仅是瞬息间的接触就让弗兰克的手臂严重的被烧伤。看着雪莉那沮丧的神情，弗兰克明白必须要做点什么来提升大家的斗志。随着一击纯白之刃的挥出，弗兰克再次冲向了石像鬼王，哪怕顶着灼热之痛，他也必须上去迎战。紧接着，在耗尽所有力量的一记十字斩下，终于给怪物的脑袋留下了裂痕。与此同时，随着弗兰克的一声令下，吉拉德的箭矢应声而发，可命中的结果却有些不尽人意，反而是因此失痛的怪物变得更加狂躁。沉重的一击让本就体力透支的弗兰克重重的倒在地上昏迷了过去。见势不妙，吉拉德第一时间呼唤雪莉撤退，可雪莉却还想将弗兰克拉回来，总不能就这样让女孩子挡在前面吧。身为弓箭手的吉拉德无奈顶替了弗兰克的位置，但结果可想而知，雪莉的身后又多了一位躺下的男人。此时的他十分懊恼，自己强迫吉拉德加入他们，本来他是可以安全出去的。眼看着石像鬼王的大剑即将落下，无能为力的雪莉做好了迎接死亡的准备。可在一阵金属碰撞声后，想象中的伤害却并没有来临。直到雪莉再次睁开眼，她才发现竟然是他。但碍于怪物的真实身份，人类状态的男人却无法发挥他的全部实力，一个不慎更是直接被划开了胸膛，大量飞溅的血液吓得雪莉不由得为他捏了一把汗。奄奄一息的吉拉德虽然相信男人非同寻常，但眼下也只觉得这是男人全部的实力了。可实际情况却是男人不退反进，伤口疼痛于他而言更像是催发战意的兴奋剂。紧接着出其不意的一剑精准划伤怪物的眼睛，一时间剧烈的疼痛害得怪物直接失去了章法，而男人则是趁机退出了怪物的攻击范围，一个再生快速恢复了自己的伤势。真正的战斗现在才正式开始，怪物周身再次燃起火焰漩涡，灼热的温度迫使男人又退了半分，可身后的岩石却挡住了唯一的退路，接踵而至的攻击实在避无可避。他要死了吗？雪莉担心的惊呼出了声，可下一秒一只长满利爪的手紧紧地握住了落下的剑刃，紧接着男人顺势一剑直接刺进了怪物的眼睛里，一时间痛苦的哀鸣响彻了整个洞穴，这却让一旁的雪莉深感疑惑，明明是怪物命中了男人，为什么反而是怪物在惨叫呢？原来环绕的火焰和怪物的身躯很好的替男人做了遮掩，以至于恢复成怪物的手掌并没有被雪莉所发现。不过这灼热的火焰依旧给男人带来了不少麻烦，而怪物的强悍也是超出了男人的预料，想不到如此严重的伤势下他仍然还有战斗力，只是接二连三的攻击更像是怪物的临死反扑。虽然利用再生男人可以硬抗他的火焰，可问题是他的魔力也所剩无几了。不过他明白这个家伙同样也是强弩之末，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先脱离他的火焰范围，减少消耗。可这叔叔似乎看穿了男人的想法，根本不给他这样的机会。看在眼里的吉拉德明白再这样下去就真的都要完蛋了，顶着严重的伤势艰难地爬向了自己的弓，用仅剩的力气终于射出了这一箭。可不知是否源于体力不支，这一箭竟并没有直接命中怪物，但随着碎石的落下砸向了怪物的脑袋，这才让男人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一瞬间，手中的剑再次牢牢扎进了那长在肚子上的眼睛里，剧烈的疼痛让怪物止不住的连连向后倒去，反复的摧残也让那腹中的眼球被捣烂的不成样子。肉眼可见的痛苦挣扎正是男人补刀的最佳机会，只是唯一的武器却落在怪物的脚边，望而不得。这绝佳的机会稍纵即逝，即使会被发现怪物的身份，男人也不得不再次用出自己的爪子，趁着魔力完全耗尽前，
男人毫不犹豫地再次奔向怪物，手中的利爪精准地抓进那早已破烂不堪的肚子。随着一声清晰的破裂声，石像鬼王终于倒向了地面，不再有半点反应。而地下城里是只有领主能汇集地下的魔力，随着他的死亡，这里的一切也将恢复秩序。当然，击杀怪物的系统奖励也是异常丰厚的，整整4级的提升让男人对未来的进化充满了希望，以至于连慢慢靠近的雪莉都没有发现。非常感谢您的解救，我的名字叫雪莉。一声呼唤，这才将男人的注意力拉了回来，吓得男人赶紧挡住了面板上的物种名称。请问你叫什么名字？面对女孩的追问，男人可没什么心思回答她，因为只剩2点的魔力已经快要支撑不了他的伪装了。随后在雪莉奇怪的目光中，男人又一次逃离了现场。拯救人类的英雄落荒而逃，这样的话任谁听了都不可能相信，更何况是出自雪莉这张喜欢添油加醋的嘴。可直到弗兰克掏出那颗硕大的魔法石，众人这才意识到这一切很可能是真的，只是他们依然疑惑，为什么这么强大的冒险家自己却从未听说过？难道真的像雪莉说的是一位秘密训练的王子吗？可只有吉拉德知道雪莉又在美化自己所看到的，因为那家伙明明就是一副苍白肾虚的模样啊。与此同时，人群中的一位少女却不禁担忧起来，不管是否真的有一位独自单挑30级 BOSS 的英雄存在，她只希望自己的哥哥不要被卷入到战斗中去。不过好在领主的消失至少让西边的洞穴暂时安全了，可他的哥哥却并不这么想。地牢内的男人已经接连猎杀好几天了，可在领主被消灭后就再也没有强大的怪物了。停滞不前的等级让男人不得不考虑转战新的地下城。为此，男人必须进入人类世界，先收集一些资料。只是无法隐藏的牙齿和脸上的印记，想要在人口众多的城市中自由行动，还是勉强了些。于是，某些落后残破的小镇就成了男人的首要目标。另一边，位于首都的莱堡公会内，弗兰克早已将这次的奖励分成了3等分。虽说这一切都是那个男人的功劳，但毕竟是人家自己主动放弃了，而且即使日后他真回来索取，弗兰克表示到时也可以归还他一部分。但同时，弗兰克却将自己的部分又分出一小袋丢给了雪莉。受宠若惊的雪莉第一时间表示拒绝，可弗兰克却说就当作是回家的路费，毕竟你已经很久没回家看看了。但唯一一点就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他们都知道自从经历过大灾变后，雪莉的家乡早已破败不堪，而迟迟没有重建的那里如今早已是暴力和罪恶的天堂。至于雪莉每年赚的钱，则是全部捐赠给了抚养她长大的教堂。但这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据说这个王国本世纪内就会被地牢所吞噬。奥德菲尔内相比城市的灰暗，人们看起来似乎并没有那么糟糕，这倒大大出乎了男人的意料。毕竟再次回到人类世界的感觉真是太美好了。原来早在男人还是人类的时候，他就从同伴那里听说过这个地方，只是传言中尸横遍野的景象并未出现，反而是这个慌乱无序的小镇恰恰适合他现在的状态。但很快男人就感受到了这个地方的恶意，整整3枚红色晶石应声而落，那是男人在离开前收集的石像鬼的魔法石。本想凭借着这些起码能让自己在这里待一段时间了，可万万没想到老板竟只给了他500戈尔的硬币。要知道这些东西在首都随便都能换到10倍以上的价钱，然而老板却表示这就是这里的规矩，像男人这样看起来虚弱的人却有这么贵重的物品，他都可以不问出处就给予兑换，甚至都不在乎男人满身沾血的衣服。但要是男人想就这样逃出这个地方，那可就得小心了，这种被拿捏的感觉着实不好受。无奈之下，男人只能接下少得可怜的硬币，可手中的钱还没捂热，出门又碰上个敲诈勒索的金毛。由于男人初来乍到，有些突发情况他也不敢轻举妄动，可金毛却是吃准了他这个外来者的身份，上来就给男人扣上个小偷的罪名，并要求他把偷到的钱交给他。反应过来的男人这才明白，原来眼前的金毛不过是个街溜子罢了。随后一个摆手直接挣脱了金毛的控制，只是没想到大金毛却因此摔了个大屁墩。原来这家伙是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啊！男人甚至能感到这家伙撑死只有20级的实力，而此时一旁路人的嘲笑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只是向来要面子的杰夫哪里受得了这样的羞辱，拔剑就要和男人拼个你死我活。见事态不妙，众人这才纷纷上前劝说着杰夫，而男人也在趁机踢掉金毛手中的剑后，第一时间逃离了现场，直到再也听不见杰夫无能狂怒的声音，男人这才大口喘着粗气停下了脚步。夜晚，房间内的男人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怎么会有比在地牢还要艰难的生活呀？而这里坑爹的风土民情更是只用了一把2手小刀，就掏空了男人仅剩的几枚硬币了。翌日，男人一早就出门，想要找些有用的线索，可一大圈逛下来后，却什么收获都没有。唯一明确的事情就是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想骗我，不过好在这里至少没有人认识我。委屈的男人只能这样安慰着自己。可下一秒，一个熟悉的身影挡住了男人的去路，竟然是地下城里的那个女孩。男人也是无语了，他实在不解这么偏僻的小镇，怎么也能碰上认识自己的人。而且他记得这个叫雪莉的女孩已经有18级的实力了。一个小有名气的冒险家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城市呢？万一他要查看自己的状态窗，那就完蛋了。而且他这么直勾勾地盯着自己，到底是几个意思？可男人又怎么会知道，
放花痴的雪莉此刻连他们的孩子叫什么都想好了，她也没想到这么快就和自己的救世主再次相遇，这不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又会是什么呢？可正当雪莉想用感谢救命之恩作为开场白时，男人一句认错人了，拔腿就跑，真是一点解释的机会都不给。虽然弗兰克曾说过男人可能是个被赶出城市的罪犯，但这样一个强大的人会来人人避而远之的奥德菲尔，雪莉更愿意相信男人一定有他的苦衷。打扰一下，我不会打听你的过去的。然而雪莉的穷追不舍却给男人吓坏了，他一定是发现了我怪物的身份，一定是。可下一秒，一堵围墙再次挡住了男人的去路，在女孩还没赶来之前，男人果断幻化出自己的利爪，直接向着墙头爬去。眼看着即将大功告成，可偏偏这时候刚买的短剑从腰间滑落，那可是整整240块钱呢！心疼的男人毫不犹豫纵身一跃，探向那掉落的宝剑。只是这俯首跪地的窘相，却把赶来的雪莉给看懵了。聪慧的雪莉只好将偶像的窘境归咎于自己的鲁莽，更是赶忙表示自己是不会窥探偶像的隐私的。这倒是成功让男人泄了心防，因为这意味着他终于有个可以说话的人了。对了，我之前一直没有得到答案，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看着如此真诚的雪莉，却只是为了个名字，男人也不再隐瞒，我叫克罗姆。克兰克，这才让男人打心底认可了这个天真的女孩。而雪莉这样一个小有成就的冒险家之所以会来到这个罪恶之都，全因为这里是她的家乡。曾经的这里也是一片美好而善良的小镇，但自从附近的地下城开始大灾变爆发后，无数的怪物涌入小镇肆意破坏，所有有钱有势的人就此逃离小镇断了联系，而这样一个废墟之城就成了那些亡命之徒的栖息之地。虽然他们有效地抵御了怪物的入侵，但同时他们也将普通的居民当成了奴隶。正义的雪莉绝不允许家乡沦为罪恶之都，立志将奥德菲尔从黑暗中解救出来，就成了雪莉今后最大的目标。这倒是让男人对她刮目相看，想不到看起来没头没脑的女孩却有着这么伟大的梦想，但眼下还得麻烦她帮自己带下路，毕竟这里的街道看起来都太相似了。对于偶像的请求，雪莉自然很乐意帮忙，可下一秒她的神情突然凝固了起来，因为想起之前大家把男人的战利品给分掉了，雪莉对此感到十分抱歉，并表示可以找神父要回一部分还给男人。原来雪莉一回家就把所有收入都捐给了教堂，因为这是她这个孤儿健康成长的地方，而至今仍抚养着数名孤儿的教堂收入就成了最大的问题，这也是雪莉始终不肯放弃这里的原因。对于归还财物，男人其实是没有想法的，但看着自己干瘪的钱包，终究还是被现实所打败了，要不然给个200块也是可以接受的。而接下来就该去了解周边地下城的位置了。然而一个小男孩的出现却是打断了两人的计划。原来在雪莉前脚刚刚离开，教堂立马就迎来了2位不速之客，看着他们身上的图案，神父立马就明白这是来自恶龙公会的混蛋，而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扩充奴隶，要带走教堂里的孤儿。神父当然不可能就这样随了他们的愿，扑通一声直接跪在了地上，恳请让自己代替这些孩子成为奴隶。可嚣张的杰夫哪里会答应，更是出言侮辱这个臭老头不识好歹，这却惹恼了血气方刚的泰坤，直接一个箭步冲了上去，用他刚刚觉醒的火焰魔法对着杰夫就轰了过去。然而一切都只不过是徒劳，身边的雷诺只一个挥手就冲散了这微弱的火焰。让我来教教你什么是真正的魔法。说话间，一个清晰的法阵符现于对准墙壁的掌心，一瞬间整面墙壁就透出了一个巨大的窟窿。一旁的杰夫还在打趣着雷诺太小题大做了，可目睹着一切的泰坤却早已被吓软了腿。眼看着雷诺越靠越近，情急之下的神父只能拿起长矛奋起反击。虽然知道自己不会是他们的对手，但至少帮泰坤争取了逃脱的机会。听闻这一切的雪莉不得不先告别克罗姆，只是令她意外的是，男人竟要和她一起回去。尽管听起来就知道是个棘手的问题，但作为自己在这个城市唯一可靠的消息来源，男人觉得有必要一起去面对这个麻烦。而直到姗姗来迟的两人终于赶到了现场，男人这才发现自己这一趟也算没白来，因为那个敲诈他的大金毛竟也在其中。恼羞成怒的杰夫还想抓回逃跑的泰坤，却被雷诺应声拦下。眼下更需要让老家伙知道这里到底谁说了算。话音刚落，雷诺直接一掌将神父的脑袋按在了地上。巨大的动静终究引来了孩子们的关注，神父第一时间催促着他们赶快离开。可随着杰夫的长剑架上了神父的脖子，孩子们全都被吓得不敢轻举妄动。见倔强的神父仍不肯屈服，雷诺手中的闪电更深了几分。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在乎这些小家伙们。一瞬间，强大的雷霆之力从后背涌入，无情地开始肆虐起神父苍老的身体。可直到血肉糊成了焦炭，神父依旧不愿松口。气愤的杰夫一脚踩着他的脑袋，给神父下着最后通牒：要是不想死，就告诉孩子们乖乖听话，否则你知道我们什么都做得出来。说完，更是恶心地嘬了一口痰，直接吐在了神父的脑袋上。神父当然知道自己对抗不了这些邪恶势力，他的坚持不过是想用自己的生命再给孩子们上最后一课，那就是面对邪恶与黑暗，永远都不要退缩。对这老头，杰夫实在是无了个大语，临死了还要给人灌一波鸡汤。而一旁的雷诺更是早已被耗尽了耐心，面对神父可笑的坚持，他要亲手让这些平民知道对抗恶龙公会的下场。
然而就在这时，突如其来的两人却是让雷诺暂缓了手中的动作。在这个镇子上，竟然还有人会管别人的闲事，这倒是雷诺前所未闻的。可杰夫却很快认出了其中的男人，而不知天高地厚的他更是率先嘲笑起了对方。天真的他竟真的以为当时男人是因为害怕才逃跑，甚至当下就要找男人单独碰一碰。男人自然也是认出了这个勒索者，但他也只是握紧手中的短剑，默不作声。只是没想到这大金毛得意起来废话特别的多，不仅连一把生锈的铁剑都要被他嘲讽一番，还口嗨男人一看就是个没上过战场的厨。可他哪里知道眼前的男人却是个整天在死亡边缘徘徊的怪物，随手挥出的一剑更是让自己难以招架。然而他却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马上起身后就要再次劈向男人。可令他意外的是，对方的反击速度却快得惊人，眼看着剑刃刺向自己的胸口，杰夫第一时间选择了后撤，可还是被刺穿了盔甲，伤到了身体。下一秒，男人的剑刃再次顶上了自己的脑门，身体本能的颤抖让杰夫不得不接受自己是个弱者的事实。眼看着男人的眼里透射出了杀意，强烈的能量波动却是引起了男人的警觉。原来一旁的雷诺早已拧起了巨大的法阵，下一秒，一道爆裂的雷霆之力直接砸向男人闪避前的位置，随后雷诺的劈砍更是接踵而至。剧烈的碰撞声中，两人竟都占不到对方半点便宜。雷诺这才明白，原来男人并不是等闲之辈，只是在他看来，为了一座破教堂与恶龙公会为敌，无论是谁，这都是愚蠢的行为。几番交战下来，男人也感受出这个家伙要比自己强得多，至少自己在人形状态下是打不过他的。看得出来你很有实力也有勇气，但你那把武器真的是太糟糕了。而且弱肉强食的世界，弱者本来就要被统治，即便我们今天离开，结果也依旧不会改变。出于对男人实力的认可，雷诺试图先劝说着对方，如果真的开战，这里将会遭受无可挽回的损失，但你要是选择退出，我可以不插手，这是我最后的警告，也是我给你最后的机会。可只因为结果不会改变就要男人放弃，那他又为什么要为了成为那不可能的冒险家而一路坚持呢？男人当然不会选择屈服，更不会就此一走了之，但这却彻底激怒了雷诺。他也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拼上自己的权利。你可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只是此刻无暇顾及的后辈，却成了阴险小人的机会。不过好在雪莉的及时出现，成功拦下了不要脸的杰夫。堂堂恶龙公会的少东家，如今却是谁都要和自己作对。恼羞成怒的杰夫根本不会因为对方是女生而手下留情，可很快他就发现，即使对方是个等级比他还要低的女人，可他依旧打得非常吃力。雪莉自然也是看出了他的疑惑，那是因为杰夫永远不知道面对挑战时决心的重要性。面对他这样的人渣，雪莉可是有着绝对不能输的信念。战场的另一边，劝说无果的雷诺彻底动起了真格，将闪电附着在剑上的魔法是男人前所未见的，挥出的每一击都伴随着雷电的轰鸣声，爆裂的能量根本不是现在的他可以招架的，哪怕是手上的剑也会被瞬间摧毁的。可自己又能怎么办呢？面对雷诺变得更强、范围更远的攻击，男人甚至都无法接近他，难道要取消伪装吗？可他又怎么敢在这些孩子和雪莉面前展露自己的真面目呢？且不说因此会暴露自己的身份，要是吓到了雪莉，很有可能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难道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与此同时，雷诺手中的光芒再次大盛，他竟然同时使用出了2个魔法。可还不等男人过多震惊，一道血雷迎面而至，手臂大部分的皮肤因此遭到灼伤。然而这还只是开始，虽然男人第一时间反应了过来，可还是被雷诺贴近了数个身位。下一秒，他的剑刃上再次凝聚起无数的雷电，再想挥剑抵挡的男人却也为时已晚。清脆的断裂声中，雷剑轻易地冲破了防御，直直地扎进了男人的腰子。虽然避开了致命要害，可强横的雷霆之力还是让身上不断飘出了焦糊味儿。然而雷诺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因为他的剑竟被牢牢卡住，再也拔不出来了，而且伤口的血也很快的止住了。还有他皮肤的颜色是怎么回事？可还不能雷诺想明白这一切。男人陡然上升的气势让他不寒而栗，紧接着只是一拳就让雷诺当场失去了意识。原来男人是故意让雷诺刺进他的身体，在那之前他早就将皮肤恢复成了怪物的状态，随后再通过激活再生瞬间恢复所受的剑伤，这才让刚才的雷诺来不及反应这一系列诡异的事情。如此危急时刻还能有这样冷静的判断，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神父的表情足以说明他的震惊。当然不可置信的还有那个喜欢装逼的杰夫，只是此刻看着2把对准自己的剑刃，他的脸上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得意。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也是这里势力最大的公会，保命逃跑的手段自然是少不了。一阵毒烟瞬间迷失了大家的视线，随着玻璃破碎声的响起，杰夫的一只脚已经迈上了窗台，只是临走之际他还不忘放个狠话，和恶龙公会作对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你们一定会为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的。终于送走了讨厌的家伙，倒是让雪莉松了一口气。只是一旁的男人却在此刻陷入了沉思，只是赶走他们却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雪莉深知恶龙公会的人一定会卷土重来的，可让所有人搬去首都的建议似乎也并不现实，因为遥远的路途要将孩子们安全送到可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更何况高昂的生活成本和税收都不是他们所能承担的。现实的无奈让雪莉变得手足无措，倒是善解人意的神父表示他们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只是眼下更紧急的是，雪莉两人要尽快的离开这里。像那种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家伙，吃了亏后一定会回来报复的，而你们俩绝对会是他们重点对付的目标。回去的路上，雪莉再次感谢男人的出手相救，只是之后的道路该何去何从，她却犯起了难。看着女孩迷茫的神情，男人刚到嘴边的话也重新咽了下去。他是打算回旅店好好休息一天的，对于明天暂时也没有什么计划。于是下意识的想要询问雪莉的计划时，却突然发现眼下似乎不是个提问的好时机，因为他相信只要雪莉还留在这里，他就绝对会插手教堂的事情。但被追杀的现实却又让他不愿将灾祸连累给教堂。两难的境地下，他一定很难抉择。于是男人话锋一转：“雪莉，你能给我讲讲地牢的事情和奥德菲尔衰败的具体过程吗？”原来地牢出现之初，国家是派了军队前去镇压的，只是那支20人的队伍竟然全军覆灭。未知的危险让首都不愿再在这里浪费资源，而从那时起，这个地方也就被国家所抛弃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连国家都束手无策？疑惑之际，倒是让男人有了新的想法，因为他正愁没有帮助自己快速升级的强大怪物，但这种级别的地牢应该足够他在里面待一段时间了。而至于像恶龙公会这些猖獗的罪恶团体，在没了地牢的威胁后，国家难道还会不来收复这里吗？与此同时，一个幽暗的房间内，杰夫正跪在地上瑟瑟发抖，在他面前的正是恶龙公会的首领加罗德大人。以残暴与强大著称的加罗德在这里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甚至连他自己都很喜欢被称呼为奥德菲尔的怪物。只是今天他对杰夫临阵脱逃还败给一个小鬼的事感到格外气愤，这简直就是玷污了他恶龙公会的名号。要不是有更重要的事，他保证会杀了杰夫的。卡奈拉，为什么要减少地牢守卫的人数？如果不控制好那个地方会很麻烦的，你知道吗？身为公会高层的卡奈拉却是一脸严肃，丝毫不畏惧眼前这个怪物。那是因为现在出现了个更加紧急的情况，原来城镇中已经开始出现亡国军了，而且预估潜伏在暗处的还会有更多。城镇的北面，一个身影爬上了屋顶，灾难之洞似乎并不难找。只见一个巨大的入口坐落在一片荒地上，调整休息好的男人已经准备随时进入了。可天还没亮就早早出门的居民却是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是不知何时一只怪物居然入侵进了小镇，肆意丢出的火球无情摧毁着小镇的房屋，手无寸铁的居民只能落荒而逃。赶忙上前的男人这才明白，恶龙公会根本就没有在保护这座小镇。眼看着怪物的火球即将袭向慌乱的村民，一道圣光凭空而起，直接击杀了飞来的火球。紧接着，一个披着斗篷的女人走出了人群，同一时间，男人的攻击也迎面而至，只是一剑就重伤了来自灾难之洞的怪物。这倒是出乎了女人的意料，小镇里什么时候有了这么厉害的冒险家了？而且奇怪的是，为什么自己的剑会对那个人产生反应？就在男人准备前往灾难之洞时，一个独眼兽的出现打破了小镇的宁静。妇人心切的男人第一时间砍向了怪物，虽然出其不意的一击直接划伤了他的躯体，可在想乘胜追击时，却被怪物轻易的挡了下来。直到一旁的女人吟唱起了魔法，一道神圣的光芒立刻爬上了长剑。男人很快就认出了这是和雷诺类似的魔法，唯一不同的是神圣属性会对邪恶的力量产生更好的效果。下一秒，只见女人随手一挥，眼前的怪物瞬间就被一分为二。众人无不为这惊人的能力大声欢呼。然而此时的女人却陷入了深深的疑惑，只因神圣之力与邪恶的魔力之间会产生微弱的吸引力，可刚刚剑里的魔法却对一旁的男人产生了反应，这让女人百思不得其解。这个男人虽然一起帮助击杀了怪物，但一个高级的冒险家出现在这里的确也是件可疑的事，而且他始终相信神圣之力是不会对一个普通人产生反应的。可正当女人准备一探究竟时，热情的村民突然挡在了男人的背后，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要不是有你们，村子肯定都烧光了。一时间围上来的村民越来越多，可男人却并没有因此感到开心，因为暴露在这么多人面前对他而言是很危险的。然而女孩一句谢谢你大英雄，却让男人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荣耀。然而这样的美好转瞬即逝，女人的一阵惊呼瞬间将她拉回了现实。原来那堵眼怪根本就没有死，只见她的手上再次凝聚起一枚火球。女人这才意识到了自己的疏忽，因为刚才并没有出现死亡提示的声音。下一秒，一个神圣之盾再次亮起，这一次女人是要在挡住火球后狠狠地刺向怪物的眼睛。可不幸的是，怪物的目标却不是他们，而是一旁无人守护的小女孩。说时迟那时快，眼看着爆裂的火球朝着女孩飞去，可女人的护盾却根本来不及调整方向，一时间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下一秒，那火球爆炸产生的光芒瞬间吞没了所有人的视线，紧接着一道绿芒再次亮起，那怪物彻底的被一分为二，饮恨西北了。而女孩却依旧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只是人们此刻的表情却再次变得恐惧，因为一个更强更高的怪物出现了。原来就在火球即将触碰到女孩的前一秒，一只怪物的爪子直接挡在了前面，而那正是彻底卸下伪装的男人。哪怕因暴露身份而再也见不到那个女孩，哪怕因此而变得遍体鳞伤，可他依旧要为了守护而放弃这一切，因为这才是他想成为冒险家的真正原因。虽然他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但现实还是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这一刻，就连大英雄关切的眼神都变成了怪物恶心的注视。刚才并肩作战的伙伴，也在这时成了生死相拼的敌人。一时间，所有人都举起了武器对准了男人，甚至还有人埋怨为什么这时候恶龙公会的人不在这里。不过男人对此倒也不觉得意外，他可以理解村民们，而且他也不是为了获得什么回报，大不了逃跑就是了，反正这也是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与此同时，一颗石子擦过男人的脸颊，无数义愤填膺的村民似乎在这一刻都成了打走怪物的英雄。而随着身份的转变，无论之前做了多少的努力，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人们眼里看到的就只有丑陋的怪物和可恨的敌人，一个试图学习和融入人类社会的怪物，这让女人感到不寒而栗。看来务必要在她逃跑前将其击杀掉。然而女孩的一声呼唤却让女人停下了手中的动作。虽然女人解释着那是支持人的怪物，同时连父亲都在强调那是个可怕的怪物，可女孩就是不理解，她不明白爸爸和大家为什么要赶走一个保护城市的英雄。纵使他长得有些奇怪，可他却并没有对大家造成半点伤害啊！还想反驳的父亲除了说那是巧合外，似乎也找不到更好的理由来回应自己的女儿。而女孩还在为那个男人打抱不平，中激动的声泪俱下。还有，您看到他刚才看向我的样子了吗？那明明就是在确认我有没有事啊！一时间，所有的村民都停下了追赶的脚步，有的只是一个个无地自容耷拉着的脑袋。我不是告诉过你要保持低调吗？回到据点内的女人此刻正被队长训着话。原来女人名叫米拉，是一同前来执行秘密任务的王国军的一员。为了避免引起恶龙公会的过分警惕，他们统一被命令不准靠近地牢入口，而米拉的擅自行动很可能会给任务带来严重的后果。虽然明白心地善良的米拉是为了百姓的安危考虑，但艾兰特不得不再次强调此次行动的重要性。而米拉口中的怪物无非是个比较特殊的个体而已，即使他害死了几百个人又怎么样了？与任务相比，哪怕是调查恶龙公会都显得无关紧要，因为他们这次要找的是那个与怪物灾难有关的红袍人。与此同时，另一边，男人终于逃到了地牢入口，身份的败露使得他连仅有的容身之所都不复存在。但是为了这座城镇和这里的人民，他想要清除灾难之洞的心依旧是无可阻挡。男人发誓这次一定要完成进化，然后获得新的技能后再重返奥德菲尔。画面一转，迟迟下不了决心的雪莉终于告别了神父。他清楚在恶龙公会的统治下，怪物出现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他实在等不了自己慢慢强大的那一天的到来。他更不能保证明天的孩子们又会遭遇什么。如果王国和恶龙公会都不愿意保护，那无论自己的决定有多鲁莽，他都要亲手解决灾难之洞，拯救这个小镇。面对曾经团灭皇家小队的地牢，哪怕每天只前进一点点，也要保证有足够的休息时间。不过在这里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无所顾忌地使用怪物的外表。这里有着复杂的地形，以至于在找到领主前得走不少冤枉路。而男人也的确很快被眼前的分岔路口给难住了，思索了一番也没有想到很好的办法。既然如此，就只能依靠手中的剑了。那是上次从雷诺那抢来的剑，倒是的确要比自己那把二手小刀要好不少。命运的指引下，男人也很快有了答案。然而命运似乎更像是给男人开了个小玩笑，还没走出2步就被奇怪的东西缠住了脚踝，而男人更是直接被摔了个狗吃屎。他不理解这里怎么会有蜘蛛丝，可转念一想，他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因为这要是蜘蛛丝的话，那得多大的蜘蛛啊！然而就在男人起身的一瞬间，2只巨大的恶魔蜘蛛从天而降，这么快就遇上了怪物，倒是出乎了男人的意料。可容不得他过多思索，一个巨大的法阵已经凝聚成型了。男人在想逃跑时，却发现脚上的蛛丝根本挣脱不了。下一秒，无数的石块从法阵中袭来，男人却完全成了站桩的活靶子了。好在这2只的等级还不算太高，造成的伤害也还能承受得住。然而正当男人拔剑准备砍断蛛丝时，反应过来的魔蛛瞬间又喷出一口蛛丝，而这一次却是精准地捆住了男人的右手。顿感不妙的男人刚准备有所动作，剩余的另一只手也马上被束缚了起来。就这样，男人彻底成了2只怪物的囊中之物，而得逞的2只魔蛛似乎也因此发出了结结结的笑声。可他们以为这样就真的能捆住男人吗？既然蛛丝牢牢绑定了自己的手，那就意味着你们这2个家伙同样也被牢牢掌握在我的手里。一瞬间，猎人与猎物的身份对调，原本用来控制男人的蛛丝，此刻却成为了约束自己的障碍。2个小怪很快就被男人砸得晕头转向，失去了战力。在等他们清醒过来的时候，面对的就只有男人无情的利爪。随着一道绿芒一闪而过，2条经验值也成功到手。男人正好借此机会顺利升到了26级。不过这里倒是真的非比寻常，虽然只是23级的怪物，但出现在这么浅层的地方也属实罕见。看来这里的升级速度应该会比想象中更快，而且在经过几番越级挑战后，男人一点也不担心会出现比自己等级高的怪物。当然，要是只高一点点的话，就再好不过了。突然，洞穴深处的一丝异样让男人不寒而栗起来。紧接着，那黑暗中浮现出来几堆绿色的幽光，竟然是整整36级的巨魔蜘蛛，这差距也太大了吧！男人可真恨自己的乌鸦嘴啊！
真是说什么来什么。下一记野蛮冲撞直接贴着男人砸了过来，那可怕的速度完全与那笨重的身体不成正比。男人明白自己不可能是这家伙的对手，眼下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开溜。男人不相信这种级别的怪物会遍地都是，只要能暂时甩开他自己就安全了。而眼前那个狭窄的洞穴就是自己的机会。眼看着巨魔蜘蛛即将扑向自己，男人纵身一跃，直接钻进了洞穴。这么小的地方，你这个大家伙总不能再追进来了吧？可还没高兴几秒，男人马上又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是什么鬼啊？只见呈现在面前的是密密麻麻更多的蜘蛛网，男人这才知道自己应该是上当了。他是故意逼自己来这里的，既然退无可退，那就只能正面迎战。更何况自己本来也指望这些强大的怪物来快速进化，而且要是连这种级别的怪物都干不掉，又何谈拿下这灾难之洞？让这狭窄的洞口能有效地阻挡魔蛛。但谁曾想他竟是在那伺机而动。突然间，怪物一个野蛮冲撞，直接将洞口的石块破得四散而飞。紧接着，那锋利的尖爪高高抬起，是要将男人一击毙命。但也许是受限于自己庞大的体积，速度虽快，但是却有所偏差。而这倒是给了男人反击的机会。只见男人借着来不及回缩的猪腿，直接顺势而上跃向空中，紧接着一记挥斩，精准地命中魔蛛的脑袋。狭小的空间内，他的灵活性自然有所缺失，而这就成了男人近战所能利用的优势。可就在这时，魔蛛的口中竟开始凝聚出一道红芒，下一秒，一条红色射线直指男人而来，突然暴增的速度差点让他避之不及。男人明白这应该是他的某种技能，但眼下也只能先躲在石头后面暂且避其锋芒。可令人意外的是，接踵而至的红色射线竟直接贴着男人的头皮，将石块一分为二。恐怖的威力不禁让男人一阵后怕，这要是被命中了，可不得当场嗝屁了。男人明白不能再继续躲下去了，想办法贴近他，速战速决才是他唯一的机会。而细心的男人也很快有了发现，那就是魔蛛在发射红线前总会有个技能前摇，所以只要连续攻击他就能避免他释放射线。然而还不等男人为自己的机智点赞，一瞬间无数的蛛网再次袭来，这要被困住了就真的只能当火把了。想不到身为魔物竟还有如此的作战意识，男人惊叹之余却也发现自己竟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了。怎么办？自己高大的身躯肯定很容易就被命中的，要是自己小一点就好了。对啊，小一点。男人顿时宛如醍醐灌顶，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与此同时，大量的蛛网再次喷涌而出，而男人却不退反进。只见他瞬间幻化成人类模样，利用小巧的身形成功躲过蛛网的包围，紧接着一跃而起，持剑朝下狠狠地扎进了魔蛛的眼球里。剧烈的疼痛刺激着魔蛛的每一根神经，可男人手中的动作却远远还没有结束，抽出的利剑更是再次指向了其余的眼睛。来自生命的威胁终于让魔蛛有了动作，一根尖爪竟以极诡异的角度刺向了男人。虽然用剑身成功挡下了攻击，但巨大的冲击力还是令他跌落了下来。男人这才发现自己似乎太心急了，一味的攻击竟然忘记了防御。同一时间，烟尘里突然伸出来两根蛛丝，男人心里顿时漏了一拍，那速度之快实在是令人难以反应。猝不及防下，终是被其中一根束缚住了左手，坚韧的程度甚至连长剑一时间都无法割开。紧接着，蛛丝另一端的魔蛛用力一拉，男人直接整个人腾空坠向那怪物的巨口。真的要完蛋了吗？男人太不甘心了，但留给他的时间也的确不多了。下一秒，男人握紧手中的剑，毫不犹豫地砍掉了自己整个左臂。只是瞬息，那缠满蛛丝的手就被拖入怪物的口中。可奇怪的是，男人并没有劫后余生的庆幸，反而是一副诡计得逞的模样。突然，五根利爪竟直接从魔蛛的脑袋贯穿而出，而男人的长剑也紧随其后再次灌入了魔蛛的脑袋。也许他到死也不会明白怪物勇士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只是看着手里的断臂，回想起来还是一阵后怕。他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真的越级击杀了37级的黑魔蛛，但好在对应的收获也是物超所值的，整整7级的提升令他距离下一次进化又近了一大步。可这次战斗也让他彻底的元气大伤，再生的治疗后更是耗尽了仅有的一丝魔力。男人不得不先休息一段时间，再考虑接下去的挑战。但同时也有个讽刺的事情，那就是男人愈发觉得自己更加适应地牢的生活了，起码在这里不需要担心有人会发现自己的秘密。很快，男人又再次踏上了新的征程，可复杂的地形却让他一遍又一遍的回到原地。虽然过程中的怪物让他得到了提升，但照这样下去，自己想找到领主都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了。然而就在男人啃食着蜘蛛恢复体力时，一阵脚步声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经验告诉他这绝不会是怪物的脚步。可又有谁能孤身一人来这危险的地方呢？安全起见，男人第一时间发动伪装。与此同时，不远处的脚步也谨慎地停了下来，手中的魔法石更是时刻提防着眼前的生物。可正当他准备出手投掷时，终于看清对方的两人却突然愣在了原地。雪莉的出现着实出乎了男人的意料，因为他难以理解以他的能力是怎么走到这里的。直到雪莉掏出了一张灾难之洞的地图，他这才发现自己的准备有多么不足。他甚至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东西存在。记录着路径和怪物信息的地图毋庸置疑能带来巨大的便利，但即便如此，也不应该是雪莉这个级别的勇士应该进来的。而男人也很快猜到了他来这里的原因了。下一秒，
把地图留给我，你按照我留的指示先回去吧。突然的命令让雪莉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漠，可男人脸上的表情是骗不了人的。雪莉心里清楚，那是因为担心自己而表演出来的严厉。可连这样一个与这里毫无瓜葛的人都能独自挑战灾难之洞，自己又有什么理由退缩呢？抱歉，我不会回去的。这个毁灭过王国骑士军的地方也不是你一个人能应付的。可你在这里只会碍事。男人还想用言辞逼退他，可没想到雪莉的决心那么强烈，他甚至将捐给教堂的钱全都拿了回来，用来购置对付魔蛛的干草籽，以及用来克制吸血鬼的蓝宝石。相比雪莉的准备充分，男人发现自己似乎进来的有些鲁莽了，而且看得出来雪莉的决心已经不是自己能劝得动的。考虑到他的信息对自己清除地牢很有帮助，而自己目前的伪装也能支撑9个小时，男人终是答应了雪莉的请求。与此同时的恶龙公会内，卡奈拉带来这几天城镇内发生的一系列情报。可令他意外的是，相比王国军的伪装入侵，一个微不足道的冒险家闯入灾难之洞的行为，却是惹恼了可怕的加罗德大人。城市一旦恢复其原本的功能，那他们也将彻底失去这里的控制权。所以哪怕是1/1000的可能，加罗德也绝不允许这样的存在。与此同时，另一边，刚刚决定结伴而行的两人很快遇上了麻烦。整整3只6眼魔蛛朝着他们袭来，对付这些怪物的同时还要分心顾及雪莉，着实令男人有点压力山大。可下一秒，雪莉却一把拨开他的手，直接冲了出去。紧接着，一个黑色的布袋直直地朝那蜘蛛飞去。就在即将触碰到的一瞬间，破裂的布袋飞射出无数细小的颗粒。神奇的是，蜘蛛的眼睛一下子就暗淡了下去，而他原本的攻击也瞬间失了章法，直直地朝那石头撞去。男人都惊了，眼前的怪物似乎真的如蝙蝠一般成了瞎子了，于是趁机挥剑，直接一把斩掉了蜘蛛4只爪子。男人有点不可置信，他想不到雪莉的攻略竟然这么有效，原先他绞尽脑汁才能险胜一只，如今竟然轻而易举就干掉了3只6眼魔蛛，而且更关键的是曾让自己转了一整天的迷宫，如今也是瞬间有了正确的方向。当然他明白一切都是先烈们的成果，是他们用生命绘制了这张详尽的攻略。这张图承载了雪莉对家乡所有的希望，对于她的信任与认可，男人也愿意为了这所小镇而战。突如其来的决心令雪莉一时听出了神，因为她明明记得男人说是为了升级才来这里的。此时雪莉的眼神里多了一份连她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情愫。然而危险却再次来临，黑暗中突然伸出的利爪直接抓向了男人的胸膛。虽然第一时间反应过来用剑做了抵挡，可那出乎预料的威力直接让男人狠狠地砸在了墙上，竟然是一只42级的诸后，这恐怕已经是仅次于领主般的存在了。而真相也很快在雪莉那里得到了证实，诸后拥有强大的远程攻击，对付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贴近他，尤其他的右侧有一个巨大的视野盲区，强大的执行力在雪莉的指导下发挥的淋漓尽致，一击劈砍直接斩掉了诸后的右侧躯干。然而攻击还远远没有结束，手中的红色晶石应声而出，蕴含火能的魔法石瞬间吞没了怪物的身体，炽热的火焰顺着发丝很快爬满了全身。与此同时，青色的剑芒再次一闪而过，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就直接结束了战斗。男人不敢相信这次的越级挑战会这么轻松，而且不知不觉中距离下次进化竟然只剩10个等级了。虽然在见到领主前未必能够完成，但毋庸置疑目前的提升速度是惊人的，从一副骷髅一步步变成了这副有血有肉的模样，接下来应该能更加接近人类了吧。男人心里默默期望着，不过眼下还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回过神的男人向雪莉询问着领主的位置，而据说那是一只拥有巨大力量的泰坦魔猿，无数的骑士和冒险家曾陨落在他手里，当然他也并非不可战胜，他身上有个致命弱点，那将会是他们取胜的关键。然而一丝忧虑却在此刻爬上男人的心头，他只希望在人形结束前完成战斗就谢天谢地了。男人也不是没想过独自去面对怪物，毕竟他可是曾经毁灭过无数骑士和冒险家的存在，但又不得不承认有了雪莉的信息帮助后，他获胜的几率的确要高很多。可男人还是想再确认一下，你确定不打算回去吗？当然了，我可是为了怪物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虽然我清楚自己的实力不足以对抗怪物，但偶尔吸引怪物的注意力还是可以做到的。见雪莉已经打定主意了，男人也不准备劝说了，只是他不知道的是，雪莉甚至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与此同时，周围的环境开始隐隐作颤，黑暗里渐渐浮现出一个高大的身影，终于要来了，泰坦魔猿。巨大的等级差距令男人不得不打起12分精神，那骇人的利爪更是令人不寒而栗，因为泰坦魔猿拥有极高的移动速度，金属般的利爪就成了他收割猎物的利器。当然再强的怪物总归也是有他的弱点，由于他的脚缘比身体小得多，他的速度只能在直线上发挥优势，所以只要我们以 Z 字形保持移动，就能有效躲避他的攻击。可事实果真如此吗？只有当真正对上魔猿的时候，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个怪物的恐怖。那快的离谱的速度，即便是在用了 Z 字跑位法，依旧被他在快速地拉近距离。冰冷的利爪步步紧逼，千钧一发之际，男人一个闪身再次令攻击落了空。可男人明白，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只要被命中一次，他就可能直接丧失战斗力，但就只能这样一味的躲避吗？直到魔猿再一次拉近了距离，
巨大的尖爪再次扑向了男人，只是这次却被岩壁的石头挡了下来，而这也将成为男人奋起反击的机会。魔猿的力量源泉也是他最大的弱点，就是他那双比例极度失调的小脚。然而这样的机会却依旧没能带来多大的成效。原本想以此来降低他的移动速度，可结果却微乎其微，男人都惊了，这也太不可思议了。然而就在这时，又一柄长剑破空而出，直直地点在了魔猿的后背上，那是来自雪莉的突袭，可结果依旧令人大吃一惊。剑刃的顶端竟然没有刺进去半分，坚韧的身体简直如金属般强悍。但此时的魔猿却是彻底的被激怒，挥舞的手臂直接将两人拍飞了出去。雪莉担心地看向男人，但好在他也只是擦伤，一个再生便能轻易修复伤势。但也由此，男人的魔力也开始急剧下降，他不能肆无忌惮地使用技能了，否则他将会提前解除伪装状态。情况开始变得愈发危机，眼下的他甚至无法像上次一样偷偷变回原形，毕竟这一次他俩的距离太接近了。而一旦被雪莉发现他的真面目，他很担心雪莉是否会因此变得恐慌。但如果不尽快打败魔猿的话，他们很可能连活下去的机会都没有。